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深改委又开会，内循环正式成为中国经济战略这是个不意外的新闻，但是它也是很重要的新闻，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政策那么关于内循环这个新闻呢，已经讲了很多遍了从今年的两会是5月份那么到现在持续的在发酵那么到了今天开了深改委深改委开会这深改委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开会了。那么习近平主持，习近平是深改委的主任那么有3个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就有3个副主任我来讲新闻它形成了一个决议有3点第一点，加快这是前面2点是习近平的讲话，后面1点是会议第一个，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变革就忽略掉它没有变革，它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一个决策这是第一。第二，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保持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略定力他要强调的是定力，其实跟改革没关系。围绕坚定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为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这是第二习近平讲的这2条。然后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我们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这非常搞笑的稿子。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历史有正确的一边，有错误的一边嘛历史有正确的一边。我们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防范风险挑战。这就是这次深改委的第5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主要内容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内循环成为中国经济战略，或者说中共做了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就是经济内循环就战略决策。那么这个决策为什么在这个会议上的决策才叫决策因为深改委基本上习近平现在是有两个委员会，习近平是抓得很紧第一个委员会就是深改委，他自己当主任，然后这个李克强跟这个王沪宁还有韩正做副主任这个深改委基本上是目前所有经济政策的决策机构那么这比国务院的基本上就把国务院的经济决策权全部拿过来放到这个深改委里去，等于就是把国务院给架空了这是第一个机构。第二个机构是什么？就是金融稳定委金融稳定委就是刘鹤当主任刘鹤当主任，然后金融稳定委是把所有的金融政策和金融机构全部放到金融稳定委里去，谁都不参加，就是刘鹤参加，那么就把这个李克强的最后的权利全部拿走了。所以金融政策跟经济政策这2块政策全部都不在国务院，国务院就变成什么？国务院就变成了一个执行机构和后勤部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金融稳定委制定金融政策，这个深改委制定经济政策，所以在深改委上做的这个决定就是中国经济的战略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战略。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它已经变成了中国的国策了。所以这个新闻是很重要的啊，它正式成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啊。继续讲完啊，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外贸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这全是经济政策啊。还有一个是关于新时期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关于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你看，一到民办教育，它就是规范了；一说规范呢，就是限制啊，你理解吗？但我们要理解中共的这个语言艺术啊，这是它的语言艺术。一说规范，其实就背后就是限制民办教育啊。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合理医疗检查的指导意见啊，那么也就是现在要管什么呢？现在开始管医院的医疗检查啊。你现在去中国的医院看病，你大概2/3的费用都是各种检查啊，各种检查，然后是1/3就是开的各种药啊。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若干意见啊，这是习近平亲自抓的事情。垃圾分类啊，他天天惦记，一个惦记垃圾分类，一个惦记农村厕所反正就是折腾，各种折腾啊。大家通过了这几样东西啊，那么我们通过今天的会议可以看出来2点。第一点，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政治局开始活跃起来了？那么我们讲过，有一段时间没有开各种委员会了，那么现在这个委员会就开起来了。现在委员会开起来，可以见到什么呢？你看一开就开什么？深改委，这就是习近平最核心的一个部门，他就深改委，他就开起来，一开就开深改委，因为他负责经济决策。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政治局常委们现在开始啊，包括汪洋，包括李克强，他们都开始动起来了啊。之前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政治局常委基本上都不大动啊，都不大露面啊，现在就全部都开始出来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之前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或者之前，不断的有媒体说习近平要完蛋，要出事儿啊。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共内部没有发生决定性的调整，就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没有出现决定性的改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相信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或者某种妥协啊，那么他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啊，但是他的权力是应该有所变化啊，就是说他做了某些妥协。那但是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地方人事调整，现在各个省很多省在浙江、河北啊，这几个都开始人事调整。从这人事调整的这个情况来看，习近平的权力没有太大的变化大概是这样啊。那我们从政局的角度来看，我们大概今天就讲这么多啊。那么今天还有一个议题，我想总结一下什么呢？总结一下王毅的欧洲之行啊。王毅的欧洲之行其实蛮有趣啊，因为王毅的欧洲之行，之前杨洁篪啊跑了一个叫什么这个韩国啊，再跑了一个新加坡啊，又跑了欧洲啊，跑了一下，然后回来，王毅就一口气5个国家。那么这5个国家呢，
大家对他的欧洲之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察点。为什么？因为中美关系交恶之后呢，其实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变得很敏感很敏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跟欧洲之间有很多的联系那么这些联系随着这个形势的发生的变化包括香港议题，包括疫情，包括人权问题等等，这些议题开始发酵的时候，欧洲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其实大家很想知道很想看看，通过这次王毅的欧洲之行，看看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到底呈现的是一个怎样的关系那大家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站是意大利意大利呢，记者会不太开了个记者会，不大尖锐然后就是意大利的外长迪马约讲了一番外交辞令用语也不是很强硬，反正就是我们关注这件事情然后中国跟欧洲签了一个农产品的贸易协议，然后这是王毅在欧洲签到的唯一一个协议，就是跟意大利签了一个农产品的协议这是王毅的成果这是王毅欧洲之行的唯一成果。然后他剩下的4个国家一份协议都没有签，这是第一点所以为什么意大利会变成第一个首战原因就是因为他应该是已经谈好了要签一个农产品的协议然后呢，第2站跟第4站记者会都没有开就是荷兰和法国都不开记者会。荷兰跟法国都不开记者会，当然肯定是，甚至连这个会谈之前的我们叫 photo call 什么 photo call 就是2个人会谈然后就请记者进来拍一张照，拍完了吗？拍完好，请出去，我们开始会谈了。啪，门一关，这叫 photo call 连 photo call 都没有连 photo call 都没有，这说明什么？说明气氛不大好。什么气氛不好？不是2个人会谈的气氛不大好，是整个社会的气氛不大好。这个气氛不大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个背景。那么这个社会气氛不好呢，他们就不敢开记者会。最后你看德国德国我们后面讲德国这个气氛一不好，这个记者会一开就没法开下去没法开下去。那到第3站这个挪威有记者会还有这个会前的这个 photo call 但真正的挑战是最后一站德国德国大家都很关注什么？德国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因为之前这个有跟德国有关的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其实那些说法都不重要。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会谈到底谈成什么样。最后王毅跟这个德国的外长马斯一起开了个记者会那么记者会是1号中午开这个气氛就非常的恶劣。对王毅来说上来2个外长各自做开场白讲一番话，上来谁提问？叫图片报图片报是基本上是德国最大的一份报纸。特别这个图片报的这个记者上来就是3个问题这个疫情、新疆、香港3个问题，然后当着王毅的面这个问马斯这个说什么说中国就疫情的病毒问题说谎，拘禁维吾尔人，逮捕香港人，欧洲怎么能够信任中国等等这个稀里哗啦一说，而且当着这个王毅的面还提什么呢？还提马斯去年跟黄之锋一起拍照的事情那么
说当时啊，中方啊非常生气，又要报复，问这个马斯，在这种情况之下，德国如何跟中国互信等等啊，反正就问这些问题，这都是记者的常规的刁难性的问题啊。那么马斯在这个记者会上，他的口风就开始变啊，口风开始变。那个言辞开始表达的比较强硬了啊。香港问题，他要求撤回国安法啊，这跟这个欧盟，这跟欧盟之前的表态是不一样的啊。欧盟的表态是什么？就是高度关注这件事情，但是在香港议题上，马斯提出来是要求撤回国安法。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欧洲对香港国安法的关注没有减轻，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原则需要全面落实，这是欧洲评估香港情况的最重要的指标。德国已经暂停跟香港的引渡协议，并且敦促尽快举行本周六原定于本周六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啊，所以马斯的这个立场是比之前的立场要强硬得多啊，强硬得多。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啊，在法国就比较贼啊，比较贼，就记者会都不开，就发一个声明，总统府就发个声明就完了啊，就完了啊，大概是这样。我们总结一下啊，这次王毅的欧洲之行，原来以为呢他会有一些怎么说呢？他应该有一些部署啊，所以，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实王毅这次的欧洲之行只有一个地方是有成果的，就是意大利啊。那么意大利肯定是之前做了准备，后面的没有一个成果，就其他4个国家没有任何成果，这是有点意外啊。因为理论上来说，你怎么着一个国家就太少了，你跑5个国家，一个国家有成果，4个国家吃白果。讲不过去，但是我觉得这也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目前中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2条。第一条，大家还记得王毅在法国的时候啊，他怎么说？他一直在强调什么？中国欧洲的投资贸易协议啊，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跟欧洲之间唯一产生利益的纽带就是中欧投资贸易协议的谈判，这是唯一的利益纽带。但是在人权议题、香港议题、疫情这3个主要的议题方面，欧洲基本上是准备翻脸的。所以现在就是说，中国是以中欧贸易谈判作为牵制力来控制欧洲，希望欧洲不翻脸。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好说，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欧洲的这个民意啊，也在翻船，各个国家进度不一样。你看这次跟捷克已经翻船了啊，捷克已经基本上这个已经翻得很厉害的了。但是中国对捷克的态度，实际上对王毅这次的欧洲之行影响非常大。王毅受到2个因素的影响，一个影响什么？一个影响就是罗冠聪啊，罗冠聪在欧洲的活动对王毅的欧洲之行有一定的冲击力，所以其实不要说民运人士没有作用，不是的，民运人士要把工作做到位，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你看罗冠聪的这个行为你就知道，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对王毅的欧洲之行的另外一个冲击就是捷克参议院代表团去访问台湾这件事情，对王毅的欧洲之行有冲击啊！特别是王毅讲了一堆话，这一堆话就是威胁这一堆付出沉重代价这一堆话，这就习惯战狼式外交。但是你别忘了，捷克是谁啊？捷克他也是欧盟成员啊！你对捷克这样，那毫无疑问啊，这个马上这个法国就出来讲啊。当天法国的议长外交部长就出来讲啊，说
我们站在捷克一边，这就基本上就等于把之前做的所有的工作归零，所以你基本上这次王毅的欧洲之行就是空手而回。而且他这次的行程反映了什么？反映了我们之前讲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中美交恶啊，中美翻脸啊，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导致的结果，中国的对外关系架构开始解体。那么中国就要开始想，其实如果这个架构解体，像王毅这种行动啊，就是说去跑到某个国家去修补啊，是没有用处的。其实这个修补的工作没有用处，为什么？因为你要想一下，我们想一下，你一个房子啊，有很多的有梁有柱啊，当你的核心的梁柱塌了，那些砖都开始噼啪往下掉，你去接那些砖，能够把这个房子保下来，保不下来。你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梁柱，几个主要的梁柱你得保持它不倒，这个房子才有可能稳定下来。你现在就跑到那里去补块砖，那边接个瓦，有什么用呢？没有用了。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这个杨洁篪9月1号到9月4号对缅甸、西班牙、希腊3个国家进行正式访问。这基本上他就是杨洁篪的工作，应该基本上和王毅的这个工作差不多，就是去接掉下来的砖，没有用的。中美关系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整体的这个大梁啊，这个支柱啊，不是大梁，是支柱。中美关系才是支柱，这个柱要倒了，中国的对外关系的这个大厦就要塌，这个不可阻挡。除非中美关系稳定住了，才有可能中国的对外关系的框架才有可能稳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王毅的欧洲之行也好，包括杨洁篪之前的这个跑到新加坡，跑到这个韩国啊，这样跑就没有什么用处啊，因为解决不了一个战略性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犯了一系列的战略性的错误。这一系列战略性的错误当然是内政外交的战略性的错误，导致它内政外交的战略性的失误，影响了它整体国家的大政方针的战略的原有的框架。那你比如说对外关系你跟美国翻脸，美国翻完脸之后，那么其他国家开始就稀里哗啦就扛不住，然后你就看到两岸关系就有点扛不住了。两岸关系扛不住，你看印度那边就找你麻烦，印度找你麻烦，你也没办法弄啊，你还得让步。然后国内你看，国内新疆问题，然后是西藏问题，现在又跑出个内蒙古的问题啊，这个各个独啊，这个什么疆独、藏独，其实现在是蒙独，然后又搞这个台独，还制造出一个港独，各种独制造出来，那你内政外交基本上全面出状况。就是说我们原来你可以看到中国很多原有的我们叫潜在的危机，就是说它有一些东西它有危机，但是没有变成现实的问题。你可以看习近平的一系列的政策，把原来的危机全部变成了问题，啊！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内循环将是中国经济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我最近也在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影响很大，影响非常大。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十四五”啊，他要做“十四五”的规划，“十四五”的规划
大家知道它的“十四五”5年计划是套着每年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规划的，就是说它制定一个5年计划，这5年计划里面包含着每年的一些规划目标，然后它会在每年的两会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跟着这个走，所以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内循环会反映到5年计划，5年计划会反映到每年的经济计划，其实这就是计划经济啊，计划经济。中国没有走出来计划，中国还处于一个转型的阶段，没转了一半不转了，现在啊，好吧，大体上我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就总结一下，第一个议题就是内循环正式成为中国的国策啊，中国主要的经济政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王毅欧洲之行空手而回，他在德国几乎被羞辱啊，大体上是这样。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最近的这个打赏啊，还有很多网友加会员啊，还有网友在 PayPal 上面打赏啊等等啊，我之前讲了2次啊，那么大家都非常积极的响应，我知道大家很支持我，我会继续努力啊，我特别在这里鸣谢一下啊。好 ，OK， 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那么大家尽量的简洁，好吗？好，鸣谢。周礼根，蒙金，谢谢王老师辛苦，王老师加油，谢谢你。Daniel 梁，谢谢支持王老师，我们一直和你在一起，加油，谢谢。朱珊珊，谢谢。三门告，谢谢。羡慕民主国家的人都有选票，可以畅所欲言的谈论政治主张。好在我的孩子们得到了这样的机会，非常好，很棒。丹登，谢谢。东野主人，谢谢。Jessie 蔡，谢谢。Ada 梁，谢谢。好，我开始进入米卡卡，谢谢提问：内循环的经济决策接下来会如何影响中国境内仍然为数众多的国际工厂？那有2点，第一点就是内循环并不是完全没有对外经济啊，那么内循环还是有对外经济，当然它是这叫什么？这叫死马当活马医啊。那么还有中国仍然是世界工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仍然是世界工厂，但是毫无疑问，中美关系的交恶以及中国跟其他西方国家的这个关系的变化，让中国的对外的经贸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啊。这个很大的影响，其中有2个，第一个就是出口，第二个资金资金当然还有一个技术就是出口市场会受影响你不要说影响很大，就影响10%，那都是成千上万的这个加工企业你想一下，中国每年出口几万亿美元，那真的非常多的企业在吃这个饭。中国有2亿人，中国有2亿人口是靠这个出口吃饭的中国有2亿人口，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资金，那就是我们就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什么例子？就是美国现在开始拿中概股下手，拿中概股下手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切断资金往中国流动其实美国的意图很明显，它会慢慢的把各个渠道慢慢的堵上，所以流往中国的资金会减少，这是第2条。第3条就是技术。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吗？
中国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技术的进入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就没办法往下走。为什么？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没有技术的，没有任何的技术，中国的那些技术都没有意义，因为太落后了，不是一般的落后。这些年中国经济成长得很快，那么中国开始慢慢的在产业链往上走，其实讲的是什么？就是技术，要开发自己的技术，要发展自己的技术。但是中国在这个领域是有问题的，它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实际上中国自身产生技术的能力非常差，所以在这个领域，如果没有西方的技术往中国流动转移，那么中国的经济就会萎缩萎缩，就是我讲的是萎缩因为它出口就失去竞争力，所以在这块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它怎么影响？大概就是这样影响观点：如果没有美国的养虎为患，怎么会有今天这么强大的中共？也不会有今天 CCP 对人民的暴力打压。美国不要求你为了中国人与中共热战，但至少应该帮中国人把墙推了。如果这一点做不到，你就是共产党的帮凶，还谈什么自由世界的灯塔国？美国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让中国加入 WTO 中国加入 WTO 是整个中国的国运为之改变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点就是这一点，中国才有今天，中共才有今天。如果美国不让中国加入 WTO， 那中国还在黑暗中摸索情况。王毅恐吓捷克一事，继德国之后，法国和斯洛伐克也出声挺捷。目前日本雅虎国际新闻留言排名第一的就是这条新闻。新加坡新闻英文新闻还揶揄中国外交部等于 International Warning Center 布拉格区长反呛王毅那封信，不到一天20万点击，第一名。解访台周边效应超乎想象，非常正确。捷克这次访问台湾，实际上对中国的冲击是很大的，特别是在欧洲欧洲的这个影响很大不是我讲的，并不是捷克的一场访问欧洲，而是捷克的一场访问欧洲，中国的威胁这件事情对整个欧洲的冲击很大提问：欧洲不再信任甚至排斥中国，会推动欧洲各国，包括美效仿捷克吗？美国效仿捷克不存在美国现在是站在最前头的是排头兵，对抗中共，美国是排头兵这个不用效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欧洲现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你可以在这次王毅的访问可以看得到比较明显。政府方面呢，动作会慢一点，民意跑得前面一点，大概是这样那么政府会慢慢的跟上民意来大概是这样。提问：王老师说过，内循环表面上是中国政府主动提出，实际上是形势使然。现在经济内循环战略会产生叠加效果，加速这个进程吗？会的，会这样。这是一个被迫的选择也就是说，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其实这个想法应该就是刘鹤的想法刘鹤的想法是什么？刘鹤的想法就是这件事情迟早会发生。那么我们现在要开始做准备，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做部署，等它发生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来不及，我们应变就应付不过来，这就是刘鹤的脑子里的想的事儿。但是呢，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发生，就是说中美交恶
仍然在交恶啊，这是一个啊，中美交恶是一个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中国的出口是不是受到巨大的打击？中国的出口受到的打击并不是因为中美交恶，中美交恶有影响，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加关税开始有影响，但是没有那个影响没有那么大。中美贸易战影响没有对中国的出口没有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并没有啊，因为中国出口美国也就占它个14%左右，所以也没有那么大，而且它只是加关税啊，加关税并不是说不让你出口到美国，所以你看现在这次疫情，拿中国的口罩在美国卖疯了，所以其实中国还是在向美国出口。现在的情况是，它这个内循环的政策一出来，它就会很多东西很多政策会跟着中国。大家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齐抓共管。什么叫齐抓共管？上面有个政策下来，然后所有的部门都根据这个政策制定相应的政策，就齐抓共管，所有的政策就开始往这边拧。所以中国的这个转弯呢，会转得非常快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的独裁体制，它不计后果，不管，就是这些经济管理部门就听上面的，他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把政策就改过来，这一改过来就影响有多大？影响非常大。所以实际上呢，你内循环的对经济的这个杀伤力，可能还没有你这个外部的影响还没那么大，你这已经开始转，对经济有产生很大的副作用。所以实际上这个政策这么定呢，还是那句话，就是粗暴，简单粗暴，就是这是一个简单粗暴的经济政策，它对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就是你说的叠加效果会非常的明显，就是说本来这别人一拳打过来，我得闪躲一下，结果你这别人还没打呢，你就在那闪躲，结果一闪的时候呢，啪，头撞柱子上了，这别人还没打到你脸上呢，你自己头撞到柱子上，头破血流，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效应啊。所以我们会慢慢的对这种，因为你还有观察什么？观察两件事。第一个，它这个内循环的政策出来之后，它是一个总政策已经出来了啊。那么下面它会分解到各个领域啊，这个各个领域的分解的政策是变成什么样子？这个要观察啊，就要观察具体的操作层面是个怎样的。如果具体操作层面转的非常力度非常大，影响也很大，那就是我刚才说的，那这一闪还没拳头没打过来呢，这一闪头撞柱子上，头破血流，可能会是这样的效果。情况刚才百度捷克的新闻，墙内只能看见王毅严厉警告捷克，捷克怂了。共洗脑术很 low， 但是很有效果，操蛋的效果。情况，杭州经济活力明显下降，下面区政府靠发债过日子，银行把80%的资金借给政府，能撑一天是一天。杭州下面一个区政府债务2800亿，我一个区政府2800亿，我的天！财政收入150亿，卖地收入200亿，仅能维持几年了？提问：感觉文明世界正在逐步走向恢复与中华民国邦交的关系，请问是不是要彻底拍死中共，让中共成为一个非法的武装暴力黑社会组织？这武装暴力黑社会组织，我怎么打你？我不知道怎么打你。文明世界是什么定义啊？我打不了。要拍死中共真的不那么容易的啊！要知道中共是一个你从1949年建政，你看见中共干了多少事情啊？他也不是浪得虚名，也没那么容易一拍就死，一割了就死啊，没那么容易的啊。身边意大利同学
还在中国和俄罗斯生活过，对中国颇有好感，恶心，果然不愧是原轴心国，也凸显中共对意渗透之深。举例，北外法语系帅哥任职新华社，其实身份为国安部人员，派驻意大利，每天香车美女，大量经费渗透政商各界。意大利所以疫情最严重啊，就这个原因呢情况最近对大陆墙内的新闻、墙内的抖音视频留意了一下，很多关于夫妻间凶杀、亲属间凶杀的消息，感觉中共已经在有步骤的诱导大家老乡们底层互害，请大家留意。这个怎么留意啊？夫妻互杀，夫妻间凶杀，我的天，什么情况？观点，我对未来很不乐观，因为所有的因素都指向闭关锁国和关起门来实行朝鲜模式。中国人在未来可能会遭遇饥荒、大清洗，以及再无法逃出的国门。那你就离开啊，想办法离开啊。没有办法离开，那是不可能的啊！只要你有决心，你就一定能够离开。如果你真的不乐观的话，如果你不离开，说明你没那么悲观，是吗？你说呢？情况，社区开始采集居民健康信息，提供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服务数据将记录在身份证信息里，后期和健康码信息连通，就更能看出健康度了免费医疗我都没有这么好吗？免费医疗保健服务，真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让渡一些隐私也没关系啊。问题是不是把这个信息拿走了以后就没有免费医疗服务了？我觉得我不大相信。观点，罗冠聪真的完全体现香港年轻人就这么高超水准，一个人只身在欧洲与政界人士斡旋，上欧洲各大新闻节目侃侃而谈，有理有据，不卑不亢，让人看完油然而生尊敬之心，非常正确。其实你看一下罗冠聪啊、黄之锋啊，这几个周庭啊，这几个都很棒。其实在他们身后还有很多有理想、有能力、有视野、有策略还有牺牲精神的年轻人。其实香港有很多这种年轻人，否则为什么香港的反抗运动，你看层出不穷坚定不移，然后这个花样百出，所以基本上这个你看这个香港的这些警察，中共的武警在香港那么多，没有办法，原因是什么？就是不屈服就是不屈服情况，前几天收到税务所转账给我的劳动补贴315万韩币，这次疫情已经收到韩国政府400多万韩币的福利了。那你真幸运观点，内循环是没有办法的说辞，如果内循环可以成功，还要改革开放做什么？非常正确非常正确。情况是社区登记，65岁以上免费体检而已。OK， 好，明谢新官，谢谢徐建峰，谢谢龚娟，谢谢 Alice 李，谢谢王老师辛苦了，请你吃我最爱的烧仙草，谢谢Sunny王，谢谢王老师，我们一直都在。好的，谢谢，我知道了。慕言颂，谢谢，感谢王老师的各种分析，您的价值观深深的影响我，希望节目越来越多人观看，让更多的人明白中国发生的各种事情。好的 Kathy 戴，谢谢 Rachel 刘，谢谢张少应该是少秦真，谢谢鸡王，谢谢Laura 洛，谢谢蛋壳，谢谢，听了王先生半年多的节目，感谢王先生的分享，愿我们都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非常对。
K Jane 谢谢 Harry 风谢谢郭喷色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